上集说到，达里尔和卡妈终于是见到了联邦的火车，不曾想联邦的野心与版图竟如此之大。更意外的是，他俩还在这里发现了同伴康妮的身影。他被定义成了2类人物，要被押上火车，单独运送到某个地方。得知康妮在火车上后，达里尔和卡妈便打算进行营救。俩人驱车绕过了火车，赶到了下一个站点，并对轨道动了手脚。到时候火车开过来就会被逼停，救下康妮的同时，顺便还能逼问其他同伴们的下落。而就在他们等待的时候，却意外地听到了一声枪响。等他们赶过去查看的时候，刚好遇到了独自在外的玛姬。接着俩人把玛姬带回了岔路口继续等待，因为刚刚玛姬解决了一个小丧尸，这让他联想到了儿子赫希尔，也不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。直到现在，玛姬的心情都还没有平复过来，他很自责自己这个当妈的没有保护好儿子。卡妈上前抱住他安慰道，当我在联邦有了新的工作后，整天都是埋头做自己的事，几乎见不到你们所有人，那种感觉就像是在旧世界一样。灾变前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有交集，更不会认识彼此，可末世后我们被迫成为了一家人，一路经过了无数的风风雨雨，只有我们自己知晓我们的强大，这是一份宝贵的礼物。帕梅拉那个女人改变不了这一点，她会付出代价的，我们也会救出所有的同伴。来人正是罗西塔和加百利，他们俩听到火车声后便朝着这边赶来，没想到刚好遇到同伴们，他们纷纷拥抱着，没有什么比伙伴重逢更加高兴。这下5人组聚齐了。达里尔把玛姬刺伤的那个士兵也一同带了回来，现在正在审问他，毕竟之前也是同事。鲁哥还是帮他查看了伤口，只见一个血洞直插内脏，以目前的医疗手段来看，这人基本是没救了。达里尔思量了下，便对士兵说道，你时日不多了，我拜托你用你仅剩的时间做点好事。那列火车要开到哪里去？我们的同伴被抓到了火车上，还有你们说的2类人物又是什么意思？男人痛苦地咳嗽了几声，依旧没有开口的打算。出卖联邦，他的家人可不会有好的下场。They took my kids from me, and I want them back. You hear me? 这时卡妈几人走了进来，催促着达里尔得快点了，已经隐约能听到火车的声音了。达里尔听后也没有了耐心，直接掏出了短刀，打算来点强硬的手段。就在弩哥放着最后的狠话时，加百利看着男人突然说道，我认识你，每个周日你都会来教堂听我讲经，但每次你都会晚到1点，然后又提前离开，感觉好像有什么话想对我说。 Just gotta forgive people like me. I don't know. I wish I could. 原来男人也有家人，为了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，他昧着良心为联邦做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脏活，愧疚和罪恶感一直折磨着他。他觉得能落得个今天这样的下场，或许就是报应。老家见状，直接开启了嘴遁，开导着自己这位迷途的教徒，让他不要有太多的心理负担，要坚持做正确的事，上帝他老人家会看到的。接着他来到男人身边，蹲下身子继续说道，人们都会记得生前做的最后一件事，每个故事的结尾都很重要，你希望你的故事该如何结束呢？男人得到老家这个专业神父的指点，这一次他没有选择沉默，而是开口说道，你们的朋友现在应该在做着苦力，专门为联邦修建铁轨，具体在哪个站点我也不知道，因为一旦修好一处就会立即转移到下一个站点，你们逃走后我就被派到这里了，所以并不知道具体的位置，现在你们只能跟着火车才能找到他们。接着他对着达里尔说道，你问的2类人物，实际上我也不太清楚，只知道他们都是帕梅拉最痛恨的人，以往的都会被发配到无比遥远的地方，在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了。弩哥听后就急了，得赶快把康妮救下来。男人将自己知道的讲出来后，便请求加百利，希望临死前能给他做个祷告。老家当然不会拒绝，当即便坐在了他的旁边，掏出了圣经。那这个就叫专业，到哪咱家哥都得带着吃饭的家伙。5分钟后，加百利送了男人最后一程，他拿着刀子走了出来。随后几人开始商量对策，他们已经提前在铁轨上动了手脚，到时候逼停了火车，救人倒是简单，可如果士兵用无线电将消息汇报出去，那么营救其他人和孩子就麻烦了。不多时，火车来到了岔路口，一个士兵从车上跳了下来，朝着道岔走去，他们要在这里变换轨道。顺手将轨道上的丧尸解决后，士兵上前搬动黄色的把手，只要将它翻过去，那么前方的轨道就会改变。可他还没抬到一半就停了下来，扳手死活再也动不了了，无论他怎么使劲都没有效果。感到纳闷的他开始查看起来。好家伙，原来轨道上夹杂着许多木头和枯树枝，难怪推不动。他赶忙朝着驾驶室挥了挥手，示意这里出了点问题。驾驶员看到后便拿起了对讲机，打算汇报给下一个站点。可等了半天并没有收到回应，疑惑的他低头看去，发现电台好似出了问题，刚刚的消息并没有传出去。郁闷的他拨弄了2下，等灯亮起便准备再次呼叫。
这就是卡妈的计划，先让马基控制住驾驶员和电台，避免他们的行踪暴露，而其余人则悄悄地靠近火车，偷摸解决掉所有士兵。这样不仅可以救出康妮，还能让驾驶员带着他们前往下一个站点。他俩偷摸地朝着前面摸去，很快便有个士兵的声音传来，对方是负责侦查的。接着他便注意到，在火车的后方和一侧的树林中走来了一群丧尸，低声怒骂一声后，便吩咐另外2个士兵去分别处理，而他自己则打算去转折器内看看。达里尔和卡妈见状，赶忙趁机从车底钻到了另一边。现在还不能动手，得先摸清他们一共有多少人。侦察兵跳下车后，一个丧尸朝着他走来，他拔出长刀，一刀便将其解决，随后继续朝着前边走去，而达里尔他们就从另一侧悄悄地走向后边。在一侧的树林中，士兵解决掉了最后一只丧尸，随即他拿出对讲机向队长汇报。就在他准备返回去的时候，身后响起了步枪上膛的声音，他赶忙紧张地举起双手，不敢乱动。来人正是加百利和罗西塔，他们警告女人别出声，随即将她的武器和对讲机一股脑的全都收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那个侦察兵来到了转折器这，他先是不信邪的自己试了试，发现确实抬不动，感到无比纳闷的他掏出了随身携带的手电筒，然后蹲下身子清理了阀门下面的枯草，用手电朝里看去，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。他意识到了不对劲，赶忙用对讲机招呼所有人返回。火车尾部的人刚要往这边走，达里尔就开火了，俩人大吃一惊，赶忙拎着步枪朝着火车那边跑去。达里尔想打开车门先救人，可很快便被士兵的火力给拦了下来。2个士兵一左一右，不断地朝着他们逼近，打得他俩只能躲在连接处，连移动的空间都没有。再这样下去，迟早要被包饺子。就在战况焦灼的时候，好在车头的马基出手了，直接开枪放倒了一个，这下压力顿减。达里尔见状，便从这一侧跳下了车，打算先去救康妮，却不料车里还有一个士兵。对方见形势不妙，直接是压着康妮走下了车。Drop it! Drop it! Crossbow 2. You took out that antenna? Yeah. Yeah, you got the wire, you set it off. Answer me! 士兵将康妮放倒后，立即朝着车上跑去。达里尔先是过去查看了康妮的情况，见到她并无大碍后，赶忙追了上去。塔妈将另一个士兵击毙后，也来到了车尾。他将康妮从地上扶了起来，而同一时间，一阵摩托轰鸣声响起。只见逃走的士兵将火车上的摩托开了下去。塔妈朝着对方开了几枪，却是没有打中。眼见对方就快要不见了身影，焦急的弩哥也看到了火车上的摩托，他得追上去，绝对不能让这人逃走，不然对方将这里的消息传回去，除了计划泡汤外，再想要营救其他人将更加困难。很快，弩哥便追上了士兵，他可是玩摩托车的高手，直接是死死的咬住了对方。一番追逐后，士兵见弩哥离他越来越近，被吓得直接一个侧身拐进了一旁的树林中。弩哥见状，迅速一个漂移停车，一拧油门也追了进去。骑了没多远，便看到了对方的摩托撞在了树上。穿过浓烟后，一眼便看到了那个士兵正在飞速的逃窜着。弩哥一个加速便冲了上去。达里尔可不是心慈手软之人，他知道这人逃走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，于是起身后他也没有废话，直接就是一刀。